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孩子点名要吃的早餐。我家一周吃5次，出锅真的是太香了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洗净的西葫芦，将头尾去掉，再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西葫芦也称角瓜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膳食纤维等，在家庭中很常见，很多人都会炒着吃，深受广大朋友的喜欢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，保证你吃一次就会爱上它。再准备半根胡萝卜，同样也擦成细丝，颜色搭配好看又好吃。锅中提前烧开水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少许食用油，将西葫芦、萝卜丝倒进来焯一下水。西葫芦口感比较鲜嫩，所以说不需要焯很长的时间。焯30秒就可以，然后捞出来，放入篮子里控一下水。西葫芦像这样焯过水后不容易出汤，并且也不用挤出汤汁了，这样能保留西葫芦里边的营养。接下来准备一把粉丝，把它放入碗中，加入适量的开水浸泡着备用。再准备一根孩子爱吃的香肠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半截大葱，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这时候粉丝也泡好了，把它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将它切碎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一个好看的小碗，在里面打入3颗鸡蛋，加入几滴白醋去香，用筷子充分搅散，尽量多搅打一会儿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倒入适量食用油，油热后把鸡蛋液倒进去，用筷子快速的炒散，把它炒成鸡蛋碎儿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倒入盘中放凉备用。将西葫芦、萝卜丝倒入一个大碗中，再将切好的香肠加进来，粉丝加进来，放凉的鸡蛋碎加进来，葱花也加进来。下面开始调味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半勺胡椒粉，少许生抽，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。这里不用加其他的调料了，这样吃起来才比较健康美味。因为在炒鸡蛋的时候已经放了不少油，所以下料里就不需要2次放油了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2块钱的饺子皮，这样就不需要和面了。取一张饺子皮放在案板上，上面刷一层薄薄的食用油，然后再盖上一张饺子皮，用擀面杖给它稍微擀一下，擀大擀薄。翻个面再擀一下，这样擀出来的饺子皮薄厚大小均匀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将饺子皮撕开，依次用同样的方法把剩下的饺子皮都擀完。取一张擀好的饺子皮，放上调好的馅料，不需要放太多，不然会把饺子皮撑破了。先把两边折过来，再从一头卷起来，尽量卷紧实一些。封口处刷一层鸡蛋液，起到粘合的作用。再继续卷起来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接着把其他的全部做好。全部做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求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
都是我强劲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碗中打入1个鸡蛋，加入1勺淀粉，再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拌至没有淀粉颗粒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多倒一些食用油，油温烧至5成热，插一双筷子，周围能够迅速的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就已经可以了。再把卷好的锅贴放入鸡蛋液里面，裹上1层鸡蛋液，再放入油锅中，把它炸一下，裹上1层鸡蛋液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香软。如果喜欢吃口感脆的，可以不用裹鸡蛋，直接油炸就可以。全部下好后，先不要翻动，开小火慢炸，把它炸至两面微黄，再不停的翻动，使它受热均匀。饺子皮比较薄，熟得很快，所以不需要炸太长的时间。时间长了，里边的馅料营养就流失了，吃起来也就不翠绿鲜嫩了。大约炸了2分钟，像这样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把它控油捞出来，放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这道好吃的锅贴就做好了，看着就很有食欲，闻着也特别的香。外皮金黄酥脆，里边的馅料鲜香味美，加入了西葫芦、萝卜丝、鸡蛋，营养全面。里边的馅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搭配，馅料不同，味道也有所不同。当早餐、当主食都非常的不错。咬上一口，真的是太香了。我们一次性可以多做一点，不要炸，直接放入冰箱冷冻。吃的时候直接取出来就可以炸一下，或者是放电饼铛里烙一下，非常的方便省时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刚从超市买了一些生菜。生菜是我们家经常吃的一道菜，最喜欢的吃法就是蚝油生菜和蒜蓉生菜。制作方法简单，也是最具营养的做法，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生菜的营养成分，也很容易被人体吸收。但是看着简单的蚝油生菜，很多人都做不好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蚝油生菜简单又好吃的做法，还能保持翠绿的颜色、清脆的口感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顺着纹路把生菜叶一片一片撕下来。在买生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新鲜的，如果被太阳晒过的生菜皱巴巴的，口感就不好了。生菜里边的菜心做蚝油生菜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了，因为生菜的心很嫩，如果放在一起做的话，它就会发苦，而且容易烫黄，所以生菜心我一般都会留着炒菜吃。生菜全部撕好之后放入盆中，用流动的清水将生菜清洗干净。这里一定要一片一片的给它清洗，因为生菜生长的时候它会残留着很多的虫卵和灰尘在里面，如果不一片一片给它清洗干净的话，那样吃起来会非常的脏。清洗生菜的时候我们要多清洗几遍，这样吃起来干净又卫生，不会有其他的异味。清洗完之后放入篮子里控一下水分，清洗过的生菜看起来更加翠绿了。接下来准备一把大蒜，先用刀拍扁，拍碎过的大蒜吃起来蒜香味更加的浓郁。再改刀切成蒜末，这里一定要切的碎一些，那样做出来的口感也会特别的香。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几个小米椒切碎，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不放。切好后放入碗中，再准备半块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姜丝，最后切成姜末，姜末也切细一些。全部切好之后和小米椒放在一起，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热，
这个时间来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1大勺蚝油、1大勺生抽，少许食盐，因为蚝油和生抽的味道已经够咸了，所以说这里不用放很多的食盐。少量的胡椒粉，少许白糖，一点鸡精，1勺玉米淀粉，再倒入半碗清水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把蚝油搅拌化开。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时更加方便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锅里的水已经烧至60度了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少许食用油，用铲子搅拌化开。然后将生菜放进来焯一下水，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很多朋友给生菜焯水的时候都是把水烧开了，那样做出来的蚝油生菜就不脆了。因为生菜本身就可以吃，如果烫得太熟的话，吃起来就没有清脆感了，而且一点都不好吃。另外，这里加食盐是为了增加生菜的底味，加食用油能锁住生菜的水分，形成保护膜，这样既可以保留营养不流失，又可以使青菜不会发黑。把生菜烫成5分熟就可以了。用漏勺将生菜一片一片的给它夹出来，这个时候的生菜是最好吃的，也是最嫩的。如果时间烫得太久就会老掉，那样口感就不清脆了，也不好吃。全部捞出来控水，然后将生菜一片一片摆入盘中。很多朋友也会做蚝油生菜，但是做出来的生菜发黑，而且口感不太好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掌握技巧。因为生菜下锅以后，如果焯水太久，那么生菜的颜色就会发黄，一点都不翠绿，吃起来也就没有生菜的口感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，把调好的1瓣蒜末倒进来，再将小米椒、姜末也倒进来，开中小火把姜、蒜末、小米椒炒香，炒出蒜香味儿。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很多人炒蒜末的时候都是开大火翻炒，那样会把蒜末炒焦、炒糊，所以味道就变了。蒜末炒香之后，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，把剩下的1瓣蒜末也倒进来，炸过的蒜末和新鲜的蒜末融合在一起，蒜香味会更香更浓郁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，把所有的调料炒至融化，把锅里面的汤汁炒至浓稠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求您发起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期间用铲子不停地搅动，使所有的调料和蒜末融合在一起，这样更能激发出蚝油的香味儿，还有蒜末的香味儿。搅至汤汁变得浓稠，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最后加入几滴香油，香油能使菜品油润发亮。然后把它淋在生菜上面，哇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有一股淡淡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用这个方法做出的蚝油生菜没有苦涩的味道，只有清香的味道。生菜因为含水量高，吃起来口感水润，再搭配上蚝油之后，生菜就会充分吸收蚝油的鲜美，吃起来口感就会超级棒。蚝油生菜虽然看着简单，但是只要把它做好了，上桌就是一道大硬菜。只要掌握以下几点，你也能做出比酒店还要好吃的蚝油生菜，而且做出来清脆爽口，还能保持生菜原本的味道。第一，想要把蚝油生菜做好，就是我们焯水的时候，水只要60度就可以了，水千万不要烧开，因为生菜本身就可以生吃的一道蔬菜，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烫得太熟了，把生菜烫到5分熟就可以了，那样吃起来的口感也是脆脆的。第二步就是大蒜尽量多准备一点，炒蒜末的时候一定要开小火炒，如果你是开大火炒出来的蒜末，蒜末就会发苦，淋在生菜上面就会影响口感。第三，生菜焯水的时候要加入食盐和食用油。
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